顶配 2.0 轻混的斯巴鲁森林人第5代的车型啊，方向盘加热，哎呀，这个手感简直太棒了。因为斯巴鲁向来在配置方面都不占优，这款顶配的车型在各方面的照顾还是相对不错的。另外呢，这个车的视野非常棒，很通透，一坐进来以后感觉豁然开朗，是吧？然后动力响应，包括整个低重心的优势都凸显出来了。在市区代步的时候，我觉得非常跟手。但这一代车型呢，你会发现它没有那么贼了，也可能是由于这个轻混的加持 ，2.0 自吸的马力，我都不忍心说出来多大的匹数，丢人拉巴的，对吧？你毕竟那个 2.5 自吸的也就160多匹。不过呢，水平对置发动机的发力特性还是让你觉得在开的过程中是相对游刃有余的。这一代车型最大的一个亮点在于说，整个车身的刚性比上一代4代的车型要提升太多了。包括老的 SH 代号的森林人，你会发现，车身比较软，各种异响啊，或者颠簸路面，你会发现车子有点散。这款车的整体性就好很多。发动机的响应，说真的，转速拉得挺快，但动力相对早期的 2.0 的也好 2.5 的也罢，还是要慢一拍的。方向盘加热太棒了，就这一块非常快，然后都有点小烫手，就是开3-5秒钟立马有反应。这个小轻混没什么太大的介入感受据说油耗能降个1升2升，因为森林人说实在车本身不省油，历代的斯巴鲁都谈不上节约不过好开跟手是真的。不过这个车感觉更高了一点坐姿就它的视野很好，但没有说像老款森林一样那么游刃有余，就是特别紧凑。发力的这种绵密会更好一些，高级感或者它更体面，像个文明人了。这个滤震的整体性很棒，不散。不过你要是急性子开这个车的话，可能会觉得是吧？中后段的加速让你觉得有些着急。路过这种井盖颠簸，它的回馈是很利索那种不要老是急加速，不然的话转速声稍显不体面。EyeSight 很好用，虽然说没有现在的端到端说的那么神乎其神，但正常你开的过程中，它的这种对疲劳的缓解是很有效的，而且节奏和逻辑都很不错方向盘非常的帅2个小拨片，方向盘加热在这儿斯巴鲁的标志，音量的加减。它的音箱表现也一般，主要是这个系统 UI 丑成这个样子，而且反应很慢，我连放歌的兴致都没有底盘的韧性比上2代的车型都提升了一些。还是那句话，从原来的粗糙野蛮人变得更加文明了很贴切。第5代的森林人据说在国外市场卖的相当不错，在国内仍然是不温不火，包括今年最新上的26款第6代的森林人，其实表现也只能说是边缘的角色了。但来到2级市场上，我觉得不管是个性还是实际的产品力还是很不错的。就有点吵隔音向来都差，然后这个车马力数值放在这儿，对吧？响应再快你也很难说做到特别的是吧，给你很强的信心。尤其现在大家都被电动车惯坏了，那小马力的这种4缸机，我觉得只能换一种驾驶体验，会有一些新鲜感。果然你看这一段路面是看似平整，实际上是有一些小起伏的。那这款车在处理这种颠簸的时候，我觉得它基础的平顺性做的还是很好的。转向手感它是很有韧性的，应该已经切换成电动助力了，但仍然是以前机械的手感。不过开森林人，你看前面是一个路段，有点这种小越野的感觉，我都想下去豁一段，但这个是人家的场地回正不是很利索需要你自己再拿手打。再夸一句这个方向盘的样式真的很漂亮，发面匹配已经很成熟了，但是相较于上2代的车型缺少了一点利索，这种韧性和略微的厚重更适应现在的一个消费者的口味。再这个贬损一句，这隔音确实是一塌糊涂，
我对风噪、路噪本身不敏感的人，但开这个车我明显的觉得挺吵。但是对森林人的预期就放在这儿，历来的这个斯巴鲁隔音都是一塌糊涂。急加速，切换到 S 档以后，哎呀，久违的轻快感啊！它直接不愿意降档了。这个 CVT 应该是模拟档位的啊，模拟8档，好像高配才带模拟，低配的话就是很平顺的一直往前走，对吧？挂上 S 档以后，你先别说，往左一搭，这小速度感就出来了。所以说，森林人这种车型啊，一定要自己去亲自试一试，它不是一个，对吧？天天去把实际的参数挂在嘴边的。当然了，宣传口啊，什么全时四驱、水平对置这些啊，在二级市场上想获得的概率是很廉价的，对吧？你花个1万多块钱就能买到它刚刚引以为傲的这些东西。但是对于这个5代的森林人来说，很显然用车体验会更加的照着相对豪华，并且呢品质感进一步的提升。我觉得历代的森林人我都是相对喜欢的。这种喜欢体现在如果说一个车库里边有很多车型选择啊，森林人或者斯巴鲁的车往往是我愿意去开来代步的，而不是去想着哎呀这个路虎那个奥迪那个宝马奔驰的。就森林人是这么一个很好的伙伴。我觉得抛除它天天挂在嘴头上的这些亮点而言，就从开的体感来说的话，我觉得是值得试一试的。在很多方面你会有一种新奇感，然后包括这个发变的匹配相当的成熟。不过这一切都建立在你对车子行驶的噪音，包括机器的这种轰鸣声不是很厌倦的情况下，不然的话可能你从电动车一下换到这个车，你觉得哎呀太聒噪了。不过跟手程度，你看包括车身的跟随性底盘和方向盘之间的这种连接都是很到位的，我觉得是跟手的一款车型，好开好用。但至于说油耗它不会太省包括后续的维保养护肯定跟其他常规的一些车型来说是有一些这个额外的溢价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要考虑清楚，对于这种在国内市场目前相对小众的车型，一定要足够的好奇心，足够的喜欢，才能够去容忍它后续的一些烦恼。当然这种烦恼也只是基于这个常识，说实在的可能真的到养车那一部分毕竟斯巴鲁在国外市场上这种保值率也好可靠性也罢，都是比在国内的这种口碑或者认识要更加的到位的。所以说可以大胆的尝试尝试至少对我而言，这种车型偶尔开一开真的是很能调剂用车生活5代森林人给我一种莫名的紧绷感，质感的提升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呢你看在转向手感这一块对吧，偏沉，然后回正力矩，包括这种跟手程度都谈不上特别的随心所欲，是吧？少了老款的森林人那种泼辣劲儿，就它打名牌一样。那这款车仍然是继承了这种特点，但是你看在颠簸的处理以及这个转向手感的这种营造总感觉车子没有那种松弛的状态，很紧。我不知道这种描述比较抽象你可以说它质感更好，或者说各方面的响应仍然是森林人的水准。上2代的森林人开过太多了它的这种改变，我觉得作为一个森林人的忠实拥趸，还是有着不小的一个差异的。